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时事评论黄英忠老师，大家晚安。好，那从昨天媒体披露有没有所谓的屯田计划？那屯田计划包括众诚公司一口气募20亿 ，OK？ 好，那这些引起了大家一片的哗然，就是政治选票跟钱之间应该要分得清楚。那到底什么是屯田？好，昨天大家讨论非常多，所谓的4大罪状，柯文哲真的会因为4大罪状被起诉吗？你有没有看到媒体上有一则新闻，突然之间柯文哲也出奇招，那个奇招就是上法院申请解除禁见，这个节骨眼。申请解除禁见，为什么会有这一招？好，那包括今天北检再一次的那往下包括在传讯了，包括沈庆基啊，类似这些人，我在节目跟你们讲过，那检察官通常在最后的时候会问所有相关的一些的被告，每一个在传最后问一下，那你对于整个案件侦办的过程有没有什么一些相关意见？看起来是真的到侦结最后倒数的时候，只是时间点到底如果在什么时候？那对柯文哲来讲的话，那这天出了这个招又是什么一个状况呢？包括昨天北检调查局所有传讯，不管从陈志安他们这所有这些人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包括陈志安，包括吴怡轩，直接出来，直接应该算是对呛吧，就讲你们是搞不清楚这些状况吗？那包括竞选小物跟所谓的政治现金，跟所谓的抽佣什么东西，根本是不同的一些东西。检察官不懂，媒体不懂，你们所有的名嘴大家都不懂这些事情吗？好，待会儿来听看现场来宾会怎么看。不过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任俊，对，从昨天媒体所披露出来，从屯田、众诚公司选举票跟钱之间到底该怎么看？不是选举的票跟钱怎么会画在一起呢？可是现在不就是感觉上是这个样子吗？所以对啊，我要票，我也要钱，我都要啊。所以民众党说的没错啊，我们真的都不懂啊。就是选举，台湾从开始做民主选举以来这么多年哦，政治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活动啊。是。你很少看到说有政治人物，甚至是整个政党本身把商业的活动机制带到政党的这个政治体制里面啊，就只有民众党嘛。我觉得你就先回答这个问题就好了，就是为什么你们一个政党要去搞商业活动，就这么简单。民众党的说法事实上也反反复复啦，哦，包含到说是不是有拿什么什么抽佣啊？那你们也有你们的吴怡轩讲说什么啊？没有啊，这叫劳务所得啊。因为我这边。你是瓦一楼啦，民众党给你们薪水不够，你们还要兼差赚外快吗？我也不懂啦哦。但我回来看哦，事实上这个案子到今天为止哦，是不是在这个礼拜起诉？你看今天开始也有讲说有可能会到下周，因为整个的这个状况哦，包含到最近虽然都还在约谈嘛哦，那因为不断的有新的东西在丢出来哦。包含到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屯田计划，还有那个所谓的众诚公司的那个什么计划书哦。我先讲，其实屯田计划对民众党来讲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啦。2021年，当时谢立功还在当秘书长的时候，就公开讲过屯田计划，而且这个屯田计划还是柯文哲要推的。那个时候的这个蔡壁如哦，2022年的时候，他当这个什么选战小组什么召集人，他也提了屯田计划在花莲，他也都公开讲过。只是那个时候的屯田计划被认为是说哦，因为这个民众党没有钱，所以叫各地的这个参选人哦自己想办法努力，所以才会有这个当时还上了新闻说哇，你看他们自己要参选的人自己推一个屯田计划，想办法呢去这个自力更生。只是现在的这个屯田计划有没有 A、B 版？A 版是公开出来跟大家讲说，我们这个就是各自努力，因为没有钱没有钱，其实讲白了就是我党中央没有资源给你们，你们要靠自己嘛可是我刚刚为什么特别提说蔡壁如在2022年的时候，他也提了一个屯田计划？这件事情其实最诡异的地方是来自于那个众诚公司，因为众诚公司里面有一个大股东叫做这个朱慧龙的，他说他知道有一个公司要成立，他说他不知道名字啦他说不知道名字那有一个中间人引荐他。虽然他一直不愿意公开讲说中间人是谁，但是因为他上广播嘛，广播中间他可能忘记了中间那个会出去，就是讲到蔡壁如嘛，就是蔡壁如啦，讲白一点啦。那我问的 A 版叫做公开的是跟地方小草说你们选举你们什么没有钱，那 B 版有没有蔡壁如做中间人的那一个叫做众诚公司？因为众诚公司后来名义上的董事长也有出来，
董事长说我们有这个公司，我们都合法，但我们这个公司成立当然也没运作。对，我也不太懂啊，就是说，那你公司也不运作，你把它收掉就好，你每年还要去搞那些，还要去每年还要去那个经济部，还要去登记我的股东结构什么的，你每刚刚就压给吗？所以我就讲说，民众党在这次事件里面，让大家最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商业机制，而且看起来不是只有一个，是非常多个东西进入到你的民众党的这个选举的机制里面，而且你的政党的党工还积极的乐意去参与运作，包含到你说你们搞不清楚啦，什么叫做竞选小物，什么叫做木可商品，你们都搞不清楚这里面的身份证，我们是不懂啊。就你党工怎么会要去还什么折扣码去帮忙弄这些东西，然后出来再跟大家讲说你们都不懂，没有人懂哦。所以你说柯文哲在17，而且然后他是17，就昨天的时候，他送了要解除禁见，对。但是呢，因为那个法官还在问检察官相关的意见，所以到现在为止啊，现在看起来是说也没有同意啊。那我们就回来问嘛，柯文哲是就整个的这个案子里面，尤其像金华城的案子里面金华城就分商业派跟政治派嘛商业这一端就是这个沈庆金嘛，那头的部分政治的这一块就是柯文哲嘛，两个是绑在一起的啦。沈庆金也不认，所以沈庆金被一直羁押到现在，而且他连申请要说我要到外面去看医生，好，医生可以给你看，但对不起，你要关还是要继续关？那你柯文哲，你在这边跟沈庆金一样，两个也都不认罪。柯文哲说我要申请解除羁押，解除这些，那你觉得他成功的机会会有多少？好，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对大家来讲就说整个案子侦办到现在看起来洞越来越多。我这里讲一个因为那一天主持人还有问我说你那个什么做梦啊什么的我记得老实讲，我觉得检察官的起诉书其实在几年前柯文哲就帮忙写好了。为什么这样说？柯文哲的硬碟里面记得看起来非常清楚嘛，细节很多嘛，包含众诚公司那个计划书，你知道检方从哪捞出来的吗？从他的硬碟里面捞出来。所以朱卫龙说他去的时候，他也就那怎么会有这个计划书？他说检察官也跟他讲说那柯文哲有个硬碟里面就记载了这些东西嘛所以如果柯文哲真的是一个爱记账的人，我都讲记账是一个棒棒的好习惯就你把账都记下来，所有你的时序，你的什么哇，那太好了，你知道吗？因为时间点只要按一下，按照时间排序，叭都出来。那你做了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对检方来讲，你柯文哲虽然采取的诉讼策略是什么？不好意思我不回答不想讲话我不要看到你们，我也不为难你们可对检方来讲没有关系，你不讲话是你的事情，因为东西是在你的硬碟里面拷出来的。那你不愿意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难道它是怎样 AI 自动生成吗？也不太可能嘛。那你就循着这一条线往外去扩，然后去问里面这些有些，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是为什么包含叫张义善他去了，然后出来告诉大家讲说检方有的资料就是比大家知道的都还要多。同样的话，朱慧龙也说过甚至你看像蔡壁如。朱慧龙，我有当面问他，我说你其实上一次检方去的时候，你就已经被问到了这一个叫做这个众诚公司的事情。他说他也憋很久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说这个东西跑出来从来也没有曝光过，所以他也一直压着，就说也不知道该怎样结果周刊写出来。蔡壁如你也当过证人被约谈过，对，检方在当下有没有问你众诚公司的事？有没有问你吗？那你也从头到尾不透露这个口风，或许检方侦查不公开，因为侦查不公开嘛，问题现在来了柯文哲的关系企业，现在你会发现到柯文哲真的是在做集团，做伟大的事业，他不是只单独的做一个政治上面的东西，他好多的细节现在看起来都是跟商业的模式是有关的。那现在问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的界定，包含民众党跟外界对于政治这个现金，不管它的来源是什么，或者它怎么支用，甚至政治现金经过运用完了之后所衍生出来，不管叫做利润，不管叫做孳息，或者是叫做你们的劳务所得，有没有算在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里面？他现在的认知都是你们都不对，只有我们对，你们搞不懂，只有我们懂。好，那接下来就等着起诉书出来。那这一些过去曾经帮柯文哲，或者是帮这个民众党，或者对这一些像黄国昌讲说你们这个又在这个编故事了，泼脏水你们又在泼脏水，又在干嘛了？你知道吗？又在这个羞辱他的人格，因
因为他说他没有听过中诚公司。你看周刊立刻就回说，哎呀，我们理解啦，为什么？因为你入党资历甚浅啊，你很多事情你真的是没听过。所以现在看起来哦。这一些周边的已经进入到民众党的党工里面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差别了。任俊刚讲这段，我们应该一块一块从柯文哲好，你现在觉得柯文哲他当初讲的新政治，希望大家摒除掉蓝绿两堆的垃圾，然后大家可以走出一条真正属于台湾人的政治上的康庄大道。到了现在。那我相信台湾一定有很多人对蓝绿两大阵营来讲的话，会有一些意见。台湾一定要有第三势力，而那第三势力，柯文哲攫取了大中，在那过程一直到现在，你觉得柯文哲是在做民众党为了政治目标而努力，还是他心里想的是民众集团控股公司或是民众公司？他在做的是选票还是钞票的事业？到底他做的是什么？透过这一阵子，大家一直不断在省思像这样一些事情，台湾人超爱选举。透过这一阵子，大家一直不断在省思像这样一些事情，台湾人超爱选举。我们2年一次大选，从地方大选到中央大选。台湾人对选举的热情，你举世看去，大概很少能找到像我们这样。尤其是如果是在在民主崛起的过程或什么，但是我们已经 run 了这么多年了，像成熟的民主国家投票率通常都不高，我们自认我们的民主也还算成熟，可是我们投票率通常都很高，大家对于选举有那样一些热情，但没有想到现在大家认知的，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政治的崛起是，除了这个票当然有 OK。但如果没有这么多，是不是在那以外，我好歹能够咀嚼其他的一些，能够拉到其他的一些叫做钞票，真的会变成这个样子吗？政治现金对所有人来讲的话，其实它是单纯到不行的。各位在座这么多政治人物，政治现金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但是现在大家突然发现，政治现金跟公司、跟所有之间的那个金流之间的串流，你已经不知道它到底哪一块是哪一块了。好，对不起。应该也许他们自己清楚，但是大家不知道，这就怪了。而这所有的一切，现在看起来的话，一中我先问一件事，先让大家知道，我这样讲好了。如果单有一个屯田计划，对，我愿意要包括自己练兵，然后我们能够培养一批的战将，你能够自己有粮草，能够自己带兵打仗。单纯一个屯田计划，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单纯屯田计划，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单纯一个屯田计划基本上那是 OK 的可是你把屯田跟所有现在看到这么多的金流胜或重成的所谓的20亿，如果全部都摆在一起，那我就不知道这当时是什么样一个思维逻辑出现的。思维逻辑，当然有一种说法是说，因为柯文哲很羡慕国民党时代的党营事业，就刘太英、太公，画质也跟党那个年代，那个是有党国历史的背景 ，OK， 所以那是一件事情，所以现在也没有党营事业这种东西，可是他可能。对于那个刘太英年代、李登辉那年代可以呼风唤雨这件事情，他可能觉得心之所向，就他可以有钱人那边唱 KTV 嘛，他大概觉得他也希望有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呢，一个源头就是说，因为你知道柯文哲很喜欢看一些历史故事，虽然他半桶水响叮当，但是他就反正就看东看西看，一下说他像雍正，一下要说他学毛泽东，这一次呢，他可能要学曹操。我们都知道三国时代最后就是曹操虽然没有取得地位，可是他基本上就是后来也是他的后代，然后曹丕一路这样传下来。我们可以知道曹魏是等于是实际上是实权，当然后来被司马懿篡位，可是在没有篡位之前，基本上曹魏是统一这个当时的中国。那曹操为什么会那么强大？曹操其实原本就是个小猪甚至连他也不是像袁绍有那种所谓的后代那个什么。军阀的后代，他其实就是一个小咖。可是曹操为什么后来可以成功，甚至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屯田制。曹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多人后来因为《三国演义》把刘备当作是就是正义的一方，那曹操是坏人，所以就把他写的就是很像枭雄。可是如果你从正史来看，曹操是很有谋略的。他其实思考了一件事，因为你知道东汉末年不就是军阀割据，然后大家打来打去嘛，所以民不聊生。那对于打仗这些军人来讲他们就有点像是讲好听就是军队，讲不好听就是盗匪了。赢得西。打下这个城以后，他赢了，他就劫掠，就是把那边的那些民众都劫掠完，然后烧杀掳掠，
然后再到下一个城市。所以其实对当地的居民来讲，这些所谓的军队或军阀，其实就是这其实就是盗匪集团，对他们来讲是这样。可曹操就会思考这个问题：那我的军队是不是也要跟其他军队一样，我都是打压一个城就劫掠那个城？这样没有办法长久。他去思考人与土地的关系，回到农业社会的根本，他要稳定，他要有根基，他要有壮大。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想了一个，就我们现在讲的屯田计划、屯田制。他的阿兵哥要自己生产。你不是土匪，你不是打仗以后就是给人家那些农民啊、那些居民的东西收刮，你可以建产。你平常就是自己去种，自己的食物自己种。那打仗的时候，这些军人就可以直接迅速就转化成军队，这是一个。那因为军人自己去种田，他也没有时间去劫掠，所以这样子一方面军队自己养自己，二方面是对这些居民来讲，曹操的军队来了以后，他不会像其他的盗匪这样去抢我们的东西，反而会认同说被曹操的军队统治其实是好事一件，这一个。那另外一个除了这个以外，曹操还想到第二个方法，干什么？他们在找加盟军、加盟队，就不是每个人都要当军人。那其他有些地主，因为很多那个三国就是东汉末年那些地主呢，都常常被遇到那种军队来就是劫掠。他跟那些地主说：“你来我这边，你因为地主底下有佃户，有这些所谓的这些劳役，这些这些一点嘎、左去瓜这些仆人什么的。”他说：“你加入我的团队，你不要在那边很危险，你来我这边帮我屯垦，就我的地，你来帮我屯垦，然后你来找你的那些原本的佃户来帮我们开垦，帮我们。”就是种农业，那可是为什么这些地主要换地方到了曹操的这个领地来呢？我保护你，因为你在那边危险嘛，光白天地主收成，那就军队来一劫掠，什么都没有，他们每人在那边哭。他说：“你来我这边，我的军队保护你，你只要认真的帮我种田，认真的帮我就是生产这些粮食什么的，那我会保护你。”所以对这些地主来讲说，这是好事。所以很多地主就其实曹操原本的根据地是在兖州跟豫州，他那边其实因为战乱的平整，所以他那边其实的那个农业的发展不是很好。相对于当时刘表的荆州，荆州那边富庶之地，大家知道那个湖北那边富庶之地，所以他其实原本的先天上的条件是不如人家。可是他跟大家说，你们来我这边，好，除了我的军人自己种田、自己养自己以外，你们这些人通通来这边，通通有保护。所以越来越多的地主们带着他们底下的那些家臣们、那些佃户们，通通都到曹操那边。那不断的生产以后，他就有了经济力。有了经济力以后，他可以养更多的军队，然后越让自己更强壮。所以最后他才有本事去所谓的把那些就是挟天子以令。你以为挟天子很简单啊？天子很贵呢，那个要有强大的经济力才有办法。所以他这一套最后就让他成功。那柯文哲有没有很像呢？你看他其实屯田计划不是现在才有。刚刚提到2021年的时候，这个谢立功秘书长就在桃园民众党最具指标的服务处屯田计划，让人他1楼是咖啡厅，2楼是办公室，3楼还有议题什么艺术中心。然后另外就是2022年，好吗？这边也是一样，大众走到了花莲也是一样，花莲也是屯田计划就是所以其实我来思考的问题，他的这个策略跟曹操真的好像，他可以分2个来讲。我刚刚讲第一个是曹操是军民合一，就是军队然后自己种田。一的下呢，党公职，你不是只有党公职，党公职是选举的时候党公职，你平常就要耕耘，你平常就要自己创造生产力，所以你的服务处就可以转成咖啡厅，就可以转成商业营运的模式，自己钱自己谈，就不用选举的时候都政党给你钱，你自己就可以先赚钱，你用我的名义赚钱，你用民众党让小草们来斗内来买东西消费，这是一种军民合一。第二种什么呢？如果你不是要选举的，你是我们的志工，鼓励你开咖啡厅，鼓励你搞服务处也可以嘛。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他的就是他的另外一个粮场。所以他跟这些，你看你们这些志工去帮国民党是干什么？没搞头，民众服务社每天他们看报纸 ，no， 你看我这边我有招牌，我也摆好这里赢，你就可以开咖啡厅或是开一些服务处，然后一样你可以有收入有营运，那有营运以后再来斗内再来政治现金到我们民众党来，所以他用这样两个方式就是可以，所以最后他才说他目标是要就是斗内就是席卷20亿嘛，香港股有雷洛探长5亿，今有4个雷洛柯文哲，5也不高，因为理财业，所以他这一套其实它是一个雄心壮，所以你看它的名字叫什么？众诚公司，众志成城，所有人的志都到了我们阿北的钱里面，然后跟他众望基金会有没有众望所归？所以其实你从他的那个基金会的名字跟他这个公司取的，就知道他就是以他为一个老大，比方他自己就是曹操，然后这些底下那些子弟兵，我的牌子，我的民众党借你们用，然后大家帮我赚钱，大家努力的，所以到底是不是选举对来讲，其实选举不太重要，因为大家都不懂为什么阿北明明
知道分开会输，为什么你一定要分开？如果伊的目的都不是要做总统，因为张毅选不总统，但是伊有些的屯田计划也是要探究这些经验，所以那整个逻辑就通了嘛。OK， 如果你讲说，刚才一中讲到，如果柯文哲是看了曹操说我这一下，那我帮柯文哲让他也本土化一下好了。那基本上来讲的话，除了看曹操那外，各位知道那个屯田制从曹那时候一路下来，一定有你很熟悉的在台湾的屯田制，有没有听过新营？有没有听过柳营？有没有听过林凤营？所有这些明朝后期那个卫所制就是从屯田制开始一路过来的。到后来，郑成功到了台湾以后，那没有办法，那到这个地方那所有的兵总要有粮有草有所有这些制度吧。后来就把那所有的卫所制一路再拉过来，所以很多地方兵农合一就是这个样子。平常你们大家就像刚才讲那样，就是种，然后所有的生产你们大家自己生产。打仗的时候，那这些就是你们就是一个单位，所以那个时候的兵营，像现在叫镇的，譬如像前镇，然后最明显的就是新营、柳营、林凤营这些，义营这些，都是当时一个一个像这样。那时候屯田制，有人叫营盘兵制，就是他们就是用这样一些模式。所以这个你熟吧？柯文哲是不是看了那个，在一直到现在，他觉得你不能不说我不本土了吧？我是从台湾本土里面想到用这样一些屯田制。但免凤，我刚刚就讲，你单弄屯田制就算了，但是大家是看到包括那个众神计划，还有20亿，再加上最近夯不啷当这么多的一些的案子，好。等一下，那个将军最近媒体上讲的所谓的4大罪状，所有那些金钱流来流去的那些状况，大家没有办法理解，你到底是要选总统拿选票，还是重点是在你过程当中，你觉得你那个集团、你那个公司要有钞票，到底是哪一个？其实我看政治新闻，跑政治新闻这么多年了，我最近有点觉得我是财经记者了哦，你现在是财经线，对对，因为你其实我主持的是财经节目，对啊，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政党可以搞成像这个集团一样嘛，对不对？然后这个陈志涵啊，这些人都是业务员，然后好像是这个带货的，然后他还有折扣码之后还有可以抽成。人家说你不懂。我不懂，所以你不懂会混淆，难怪检察官混淆，都是你们也不懂。是，我乌龙他敢讲那个恐龙检察官啊，他再继续讲他。没有政治现金，没有人这样子搞的啦！我拜托你好不好？政治现金完全是民众捐给你选举用的，我告诉你，你用折扣码还可以。好，你捐给我，我看你这个人很可爱，那你们自己数这个 KPI 可以。可是如果你从政治现金上面抽成，那你就是犯罪啊！可是如果你从政治现金上面抽成，那你就是犯罪啊，对不对？那你还说恐龙法官，还说这个检察官不懂，我们来解释给他听。我真的觉得很佩服啊，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不懂说你们为什么政党搞了跟公司、跟集团公司一样，各地有屯田计划，然后还有总公司，就是这个众诚公司，它是个创投啊，它基本上还可以。重点是在创投哎，对这个孙正强，他是还说我们就是一个顾问管理公司，他是这样子介绍他公司的，只是还没有开始而已。那这个公司呢，就是这个董事长就叫孙正强，他只有持股5000股啦。那最多的应该是朱慧荣，就是昨天来这里，他其实他持了35000股，照这个股份来讲，他应该是董事长。他最大股东。对，他是最大股东嘛。那这个孙正华是这个孙正强的弟弟，但是他是民众党的中央委员，所以这个标准的党营事业嘛。而且如果照朱慧荣讲，虽然他没有明白讲，那昨天在节目最后我就跟他讲，你不用讲，但我们来讲，中间介绍你要做这些，然后他也不知道，他很信任他，所以他就签名当了人头的，这个就是蔡壁如吗？他只说，对啊，那不是我说的，那你说的 ，OK。如果又是蔡壁如介绍大家，就这整个你很难想象，众诚公司跟民众党跟柯文哲没有关系啦，你很难想象。是啊，所以说吧，我所以他觉得他就是连续上2次的节目，第一次的他就讲的比较肯定、比较真实嘛。昨天他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他有点我觉得他有点虚的感觉。他其实当蔡壁如去找他的时候，他自己心里不会知道说，这个就是
就是蔡壁如当时还是柯文哲的核心啊。那要成立一个公司，他不会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党营事业的公司吗？那原来就很清楚啊，因为大家都引述过啊，这个柯文哲觉得国民党有党营事业，民进党执政有国营事业，这真的很好笑哎。然后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所以白营呢一点事业都没有，所以他就是要弄这个屯田计划，然后有20亿在手上，他要干嘛啊？他要做集团的总裁就对了，他不屑啊，不只想要做民众党的党主席，他还要做整个民众党集团的总裁嘛，所以他才会成立一些有的没有的公司。这种东西募款就是来充实他这个所谓的集团的营业额，20亿等等。然后陈志涵这些人呢，就是他的带货这个主播这个直播主，然后呢带了货以后，他自己抽成，你不觉得这个政党很好笑吗？超好笑。那其中我觉得这些，如果你是侵吞了政治现金，我看你就有事了。小牛是不是有讲说他觉得这个就是个党营事业的概念啊？对，就是因为他以前跟着的时候，他应该也听过嘛。小牛听过，而且这个出来指证的就是谢立功哦。谢立功有堂堂正正的在里面指证过，你们不能这样搞，因为谢立功就是搞那个洗钱防治法的，所以呢，但是谢立功的下场是怎么样呢？谢立功的下场就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些发言人每次在电视上那样唬来唬去的，骂来骂去的，然后结果发现你们也是抽成的人。我告诉你，所以说我们只会问一句啦：民众党到底是不是有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因为你这样子抽政治现金抽成，黄国昌是因为资历太浅。对、啊，这一段根本还没碰过。对，人家就问他说：“你几梯的？你有什么资格讲什么？这个是什么？”好像我们当兵的时候，你是哪一批的？你哪一期的？对，哪一个年班？对啊，就是这样讲说，成立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加入什么的，可是你有什么资格讲什么重成？我只是在帮他们讲，最少还有应该还有很多了，但是最少谢立功也不是，也不是因为这个重成计划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讲说，如果你照这个资本额来看的话，总共看起来是总共5万股嘛。总共5万股，一股10块钱的话，总共资本额50万。对，50万是他最低的。那朱慧荣昨天讲说，他1毛钱都没有出过。OK， 好，但不管，那有人愿意出要成立这个公司。如果照朱慧荣讲说，检察官是从硬碟里面拷出来这个重成计划的计划书，里面写说要募到20亿，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这中间，你要公司的话，你就是公司。有人如果50万的公司，他只要有能耐，他公司营业额能够。木可公司资本额也是50万开始啊，对，后来才扩到250的啊，人家营业额多少？上亿啊！就你如果真的有本事能做到，那个是叫营业额。这里面如果讲说是募资到20亿，你是一个50万的资本额，你到底是要做生意的公司？不是你做生意还是要募资20亿？不是你做生意，如果咖啡厅你可以赚到20亿吗？那我就入股了。不可能啊！不是，那大家都来入股就好了。而且不一样的是，所以他就赚政治现金不是吗？就可以募到，你像那个选举的时候，政治现金不是几百亿，几亿啊？他这次2024年不是募到多少钱？你说这次的这个政治现金？对啊，那你这个我就怀疑你这个公司是在赚政治现金的，不是吗？赚政治现金才可能达到目标20亿啊。否则你怎么开个咖啡厅？对啊，他说不定咖啡厅开完，他开麦当劳，开什么素食店，他只要把民众党跟招牌阿北那个头像可爱阿北摆在那边的话，反射人的生意就好了。所以这不是我们能评论，就是财经记者的评论的范围了，对不对？财经记者，因为刚刚主持人讲说木可公司的营业额，但是问题是木可公司的最大营业额是来自于他的竞选总部啊。是啊，这就是为什么被检方现在质疑讲说你那钱的所有的来源就是政治现金啊。那你拿政治现金来做生意，做完了之后所赚到的钱算不算政治现金？可是现在那个众诚公司，它其实比较怪的是，因为包含到说什么咖啡厅啊，它不是比较怪，它是很怪，全部都很怪，好不好？因为说提到小草咖啡厅啦最近大家就回来讨论嘛。我如果没有记错，小草咖啡厅当时是他们不分区立委，应该是吴春成提出来的。他那时候的构想，其实就他所表达的，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没有复杂到说我什么都卖，他就是提供一个据点。对。后来小草咖啡厅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那时候要开3家嘛。可是柯文哲那时候接受访问的时候，柯文被问到说你的咖啡厅，柯文哲讲一句：我们什么都可以卖。
那时候就有被质疑，就是说你怎么会拿这个东西来作为营业资？因为你讲说我要有一个聚会地点，宣扬理念，这是一件事情哦。我现在也很好奇，是吴尊整，如果当时你提出这个所谓小马咖啡厅，跟阿北后来认为我什么东西都在里面卖，那个的落差到底有多大？所以柯文哲的很多计划听起来，在公开的版本里面那个 A 版啊，听起来都是为了政治，为了人民。你说屯田，我把所有人用讲难听一点，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我不是只在这里养，因为你所有人会在这里成家立业，这就是你的地方，所以我会努力保卫家园嘛。那你争取这边的认同感，我觉得这一块就 AA 版的部分是 OK 的，可是现在看起来有这种隐藏版，所以蔡壁如的角色到现在为止，如果按照说他真的也知道有一个中能公司，我公开拍一天啊，蔡壁如你自己怎么没有在这里面？你去引荐别人说，我跟你讲，我们要弄个公司啊，我跟你引荐天字第4号。对啊，你怎么没有自己在这里面？柯文哲你自己也没有在，知道不对啊，因为知道不对。好，问题就来了，你们都知道不对，包含到今天出来讲说，我们就是那个就是商业，不是他们知道不对，是我知道不对，他们觉得不，他们没有觉得不对啊。他说你诽谤他，那就2个问题啊。第一个是民众党的人到底对于法是完全的不了解。本来就是啊，也就是我觉得无所谓，就像大马老师被质疑，民众他们要你接，所以我没有打算理他，他就在他旁边闷闷，就当作没听见这样，好顺哦。就是你到底是对法是完全不了解，包含到朱慧龙，其实我昨天也直接问啊，我说你自己也开过公司是吗？你也承认说他拿了一个东西给你签名，你就签了，是，所以检察官给他看说这是你的签名，他说对，只是那个公司网上面可能就不小心打错名字了，所以大家什么草字头不草字头啊，不用再猜了，他自己签名。对，我说你自己也开公司，你也经营，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东西签上去之后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一个就是你们这些人对法完全不了解所以你们就要讲我们都不懂。还是第二个，我觉得回到当时法官在裁定柯文哲被羁押的时候那一句话，叫做无视人间律法。那如果所有这些你往下走的话，当然刚才敏凤讲，我们等一下也要来看说，从柯文哲主席他到底所有的心心念念的一块，那在是总统这个要所有人民服务最高的这个位置，还是它变成一个集团化的一个公司？再到旁边吧，旁边所有的相关，待会儿来看说，敏凤一直觉得你们怎么可以当网红抽着？他们说没有啊，那我们就是很单纯。他们说他们那只是这个劳务报酬，那谁说不能有劳务报酬的？又没有在说好，这个等一下来看。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柯文哲为什么在这时候要出招？他要解除禁见，因为现在只有绿箭，只有律师能见。他为什么现在要解除禁见？在已经大家都知道要起诉的这个时候，我要求解除禁见，然后很简单，法院一定就问检察官，那你们这边的意见跟看法，检察官，你可以想象检察官的意见跟看法吧？媒体都还已经报说检察官，如果你是检察官，你会不会这样？我后面还有多少个案子，包括北市科，包括雨果市场啦，一堆嘛，对不对？那你如果再往下走，那还有多少一些案子，甚或光这些案子橘子在哪？或好，媒体所列出来中间还有多少一些的美杠？我会让你解除禁见吗？解除禁见的意思就是你也许还在押，但是你解除禁见，所有人都可以申请去看你。对，所以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这时候？对，所以柯文哲想见谁？他已经被压了将近快4个月，对不对？前面3个月他都没有想见，连陈佩琪他都不想看，他今天突然想看，想见，对，想见谁？然后要讲什么？解语花，陈佩琪会哭啊！将军，你怎么那么坏？好啦，我认为他的解语花是陈佩琪。好，我只是说想看一朵花而已。对，心里的那一朵解语花跟我们的解语花不一样哇！好。所以柯文哲到底想见谁？这就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而且这个时间点刚好就爆出屯田计划、众诚公司，还有包含陈志涵、徐府、黄敬莹、吴怡萱这一些人可能都牵涉入案的时候，柯文哲突然要解除禁见，是不是他认为说，陈志涵你们现在这些讲法出代志，你不能讲说这个你们都不懂啊，只有我们懂。你们现在解释的东西，这个法官不懂，检察官不懂，所有批评骂他们的人都不懂，这个捐款小物跟政治现金就是2回事。
团小物跟政治现金就是两回事。我也不是带货的，我们这没有任何问题。你们讲我们有问题，你们都有问题。他觉得这样。可是苏培，一般来讲的话，柯文哲大家都知道，我还是回到，柯文哲为什么可以卷起千堆雪？因为在总统那个2014年从市长选举开始，他总是会让大家觉得他真的跟一般政治人物不一样。譬如市长选举提早关账，对，那时候关了大概1个月吧。1个月，你没有看过有人会选举，大家巴不得就是你捐献，第一个表示我人气旺，第二个。你捐献我子弹多，我打起来当然底气足嘛。但没有人像他够了，各位不要再捐了，好不好？当时我们在节目讨论过非常久。但结果没想到后来到这一次是捐到一中每次讲捐到最后1分1秒，而且100改200继续捐，100改200捐到最后1分1秒，捐到1月13号。好，然后大家还讲说，其实那时候他的账里面大概还有5000多万，后来又多5000多万，这也就算了。后来中间过程出现了，最起码。我还是在等检察官的起诉，但最起码你眼下看到谢国良，他的长辈有200万，有所有这一些，所以柯文哲在募款，我看到像林元凤议员或者什么他们在讲，那个募款，当然啦，你当然都希望很多人捐，但是他的募款就希望大家的捐法跟大家想象会不太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啊，因为我觉得说有参与过选举的人都知道，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如果我真的想要赢得选举的时候，选票一定比钞票更重要。当然，我们需要钞票，但我们更要选票，对不对？可是柯文哲的这个事情分析起来，或者是我们这样子看起来，包含现在出现的众筹屯田计划，包含木可公关公司，包含众望基金会，包含新故乡智库协会，他要求这个所谓的苏进强跟庄启明去做的事情，全部都跟钱有关都不是选票哦。就是说他讲的这一套。讲的这一套所谓的什么垃圾不分蓝绿啦，我就比蓝绿更好啦，蓝营花了2亿啊，要叫我不要选啊，等等的，这些都是他不是要选票的讲法哦。这些我们现在看来，这些柯文哲的讲法其实都要换成是变现的。他不是要选票，他全部都是要钞票。所以你看，现在已经有几间公司的柯文哲的这个魔戒里面，有众诚公司，有木可公司，还有一间成立但还没有开始运作的智瑶。总共有3间公司，他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公司？一个单纯的政治人物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公司？这就是很匪夷所思嘛。你刚刚讲的这3家公司里面，因为众诚是没有实际的运作，对，智瑶也是成立以后，应该说他根本来不及运作就被发现。至少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个木可公司，而这个木可公司跟他们的进总，跟他们这些所有的账是一团烂账。对，因为烂账不是我说的，柯文哲自己说那是一团烂账。那时候查账，他说怎么可以账可以烂成这个样子？然后包括现在木可公司，木可公司千万不能解散。木可公司还要他们在因为要先经过清算的程序，他们还要再还进走1360多万嘛，对不对？1360万，那个钱要先还回去啊。而且我告诉你，谁要去清算他？你还给靳总1300多万之后，其他的钱要流向谁？我告诉你，流向谁，谁就是那个不法所得的所有人。所以他们到现在不敢清算嘛。但我要讲的是说，从这些事情发生到现在，民众党的讲法都是什么？跟我无关。黄国昌第一时间听到，因为他之前，所以他不晓得。可是资深的人全部都说，包含众诚啦，包含木可啦，包含众安基金会啦，智瑶都跟我们无关。那请问，现在吴怡轩、陈志涵被发现，你之所以可以去木可去帮忙带货，输入 Vicky 520可以打折，是为什么？我觉得很简单呐。如果木可是单纯的一间公司，它是跟你无关的公司，你为什么会去帮他嘛？你为什么会帮他带货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会去帮他卖嘛？为什么他要你输入了一个折扣码之后，他就可以打折？显见的这一间公司跟民众党的关系就是非常密切。苏美，我可以帮他们讲，他们会不会讲？因为陈展他们现在讲法就是这样。我可不可以行有余力？我就是在打选战的过程，对我这边在打选战，要拉选票，但我行有余力，我这家公司，然后反正他们卖的也是科比的东西，然后我只拿劳务抽成，我只拿劳务报酬，我没有抽成哦，我没有带货，我不是网红哦，我是专业的一个政治人哦，就是这样，可以吗？我无法想象，我无法想象，因为现在民众党最喜欢拿的是谁？拿的是阿扁。
阿扁娃娃出来讲，对不对？还有包含小英商号出来。你看过去在推阿扁的这个娃娃的时候，推小英商号的时候，哪一个政治人物，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会去帮小英商号去推荐还有折扣码？没有。我们就说，我们推这个小英商号有发起了这样子的一个商品，然后跟我们的选举做结合。如果你要买的话，请去小英商号买。那跟我们无关，不会有人特别的去帮他站台，还输入我们每一个人的折扣码就可以打折。所以整个你现在看来就是说很匪夷所思的是，选举选到最后，大家都在拼选票的时候，民众党上上下下全部都在拼钞票，而且拼钞票的人是谁？陈志涵是谁？陈志涵是整个竞选总部的副总干事。应该很忙吧？他在拼钞票，对不对？吴怡萱是发言人，也在拼钞票。黄静莹是民众党的议员，也在拼钞票。那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嘛。然后你们现在讲的是说，你们搞不清楚啦，这个捐款小物其实不是政治现金。民众党自己在自己的网站上面，2019年9月19号的时候就讲过，参加政党或拟参选人办的募款参会或者义卖参券或义卖品是不是政治现金？自己都写是啊，你们怎么会现在说不是呢？这不是很奇怪吗？还是说木可卖的就不算？可是我要讲的是说，木可当时在卖的东西是要卖来帮阿北选举的哦。这个是今年8月的时候，政治现金，民众党的政治现金开始被人家诟病的时候，民众党台南党员群组里面就有人讲说，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啦，这次的账乱成这样子，早就发现了。因为有没有人发现去年的小额政治捐款小额政治捐款有送袜子，有送什么帽 T， 有送帽子的，全部都没有收到捐款收据，所以所得税五月的所得税没有扣抵，然后也没有收到，如果他是卖的话，也没有收到发票。这是民众党党部党员自己的群组里面传的，所以今天会传出这一件事情，就是木可公司身为一个党营事业的时候，如果你纯粹的它就商业行为的话，它也逃漏税啊，它也有没开发票啊，对不对？那如果你把它整个混在一起，既是捐款又是卖东西的时候，所有的人就会搞不清楚，你到底这一笔钱进去的时候是给阿北选举的，还是我用来买东西的？而我认为民众党跟柯文哲就是要把这一件事情搞得乱七八糟，屯田要让大家知道你真的要做什么。但是民众党现在是用柯文哲这个政治人物来屯田，用柯文哲的政治理念吸引大家来捐款，结果捐的不是我的政治现金，是捐到木可里面去，捐到众筹里面去，捐到可能其他的公司里面去，或者是这个基金会里面去。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知道吗？政党法第23条的规定，就是刚刚这个明凤姐所讲的，政党是不得经营盈利事业。为什么当时会这样？就是因为国民党啊，国民党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党营事业，大家那时候都在检讨说，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比其他世界各个国家都还要大，这是一个异常的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要求党不能去经营党营事业，所以才会立了这样子的法。而柯文哲过去骂国民党是什么？是蟑螂，是老鼠。结果没有想到，你成立一个政党之后，你做的事情居然要跟你最讨厌的政党一样，所以这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嘛？所以你知道吗？我都觉得柯文哲现在包含陈志涵这一些人全部都拖进来，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不是，然后柯文哲是一个骗子。可是加上陈志涵这些人之后，你知道吗？他就变成一个诈骗集团，是大家都知道这一件事情，却全部都投入在其中，然后诈骗小草的钱，然后自己获利。因为如果陈志涵所说，我不知道他到底拿到的是什么钱呐，不过因为这个他自己在当时的选举的过程当中就有说，木可的商品只要打入 Vicky 520就可以打折。可是他们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原购价，原购价是打7、8折，95折跟7、8折中间的获利就差了17%。这17%到底是进入木可公司，
还是进入陈志涵？那如果是进入陈志涵，你所谓的报酬是不是就来自这边？如果是来自这边，那很可怕。好，因为陈志涵尤其刚刚讲，他们拿的就是所谓的劳务报酬，不是所谓的抽成。那当然，那个舒培觉得在整个过程，觉得柯文哲是不是骗子，其他这些人会不会变诈骗集团？那陈丹就告诉你说，他们就是为了民众党，为了台湾的政治而努力，没有什么任何诈骗的一些事，他们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劳务报酬的事。怎么会连检方一直到所有国内的政治人物，大家怎么都不懂这些呢？可是这所有的事情到现在看起来，元之差不多结案，所有人都知道结案了。我最简单告诉你一个时间你就知道了。应小薇羁押的时间，应该最后他是10月29被延押嘛？对，所以他最后时间应该到12月28那天是假日。检方不会有检方把自己的时间搞到最后变成是这个样子，所以不是这个礼拜就下礼拜。OK， 那大概就会这样。只是就算起诉以后延不延押，要不要再接押，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看起来的话，你觉得对检方来讲，他的压力在哪里？因为大家都在讲，都已经到快结案的时候，民众党的人都说到快结案，你传我们这些人来，到底是要怎么样？你是要寒蝉效应吗？你是要故意弄成这样？可是游淑慧他这几天他讲了很多的一些相关内容，甚或连金额，他觉得照阿北这样子一整个下去的话，整个上面来看会不会有10亿之谱啊？因为我们现在讨论柯文哲案子已经讨论好几个月，也接近半年了。然后每一个礼拜就是周刊有时候都会报一些消息，每个礼拜二，然后大家这样讨论，就觉得柯文哲实在太十恶不赦了啊！之前还有人讲到说柯文哲应该要判无期徒刑，但出不来。那所以你到时候现在期望值已经非常高了，就是大家想要看到一个就是血流成河、内幕满满的一个起诉书。血流成河、内幕满满的一个起诉书。但如果说那个起诉书里面没有，那比如我是指金华城的部分，如果说没有讲得非常的详细的话，那他受贿罪，大家就没有办法完全的支持。那现在就只剩下政治现金案。那政治现金案的刑责其实跟受贿罪比较起来是差很多的。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讲很多他侵占部分，那因为也有很多。比较支持柯文哲的人的说法是说，那个钱本来就是要给他的，他怎么会自己侵占自己的钱？所以这种说法也是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在帮他讲话。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起诉书的关键还是在金华城案。对啊，我们先分两。你金华城案一定是最重要，对不对？可是你刚刚讲说，网络上有人讲说，那本来就是要捐给他的钱，他干嘛侵占自己的钱？不是，我们一直在讲，因为钱只要进政治现金专户，很难用，所以很难用的意思就是它的规定很多嘛，然后到最后用不完，那些钱也不是归你们的，它就是这个样。但如果在木可，那就不一样了。私人的公司那个钱基本上总是比政治现金，虽然它也有相关一些法规，比政治现金好用太多了吧？这些过程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要不然的话，大家回头问一下谢国良那200万，谢国良他们家长辈那200万到底到哪里去了？人家已经在镜头上面讲明说是要捐给民众党的。那钱呢？所以很多的事情不是钱就是钱，钱当然是钱。不是那个钱说要捐给谁的，他就一定是这个样。对，政治人物都知道，柯文哲不可能不知道啦。所以我一直说，当就是那些人还会在这个角度还会去帮他辩解啊。但是如果说第一个，如果有金华城的一刀毙命的证据，那柯文哲就完蛋了。那因为他现在期待很高嘛，说要无期徒刑。如果无期徒刑的话，金华城案一定要有突破啦。如果没有突破的话，就不可能无期徒刑啊。所以我觉得检方的压力在第一个在这边，就是金华城案有没有突破。那当然第二个政治现金，政治现金现在看起来就是一团烂账了。我相信他应该是拿了不少钱，但是这个钱有没有办法把它讲的起诉书可以把它讲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也是蛮要把它讲得很清楚，也是很厉害啦，会非常的复杂。那游淑慧的说法是说。他自己有算过了，柯文哲现在就是用屯田，就是以战养战嘛。所谓以战养战，就是用选举然后来募款，然后募款的募资金，然后来屯田。那从柯文哲是2014年开始选市长嘛，到2024年大概就是10年。这10年经历过非常多次的选举，比如说2014那次选举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好。可是后来有2016嘛，2016选举他虽然没有主政党，但是他那时候有喊一个白色力量，那白色力量他也有支持几位候选人，那有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募款给他们，也是有可能。那2020，那再就2018就是他的第2次竞选台北市长连任那一次，然后再来就是2020，他那时候成立了民众党，那2022年
就是黄珊珊选市长那一次，再加上2024这一次，如果每个过程当中都有募款，然后很多募款，然后都没有进到政治现金专户，那当然就会囤了一笔很大的钱。游淑慧的算法是说有10亿啊，如果他的目标是20亿的话，他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 KPI 的一半了，就是10亿。那慢慢下去的话，那大概到2028目标可以达成啊，这是游淑慧的算法。但我觉得应该不止啦，因为不止，对啊，你看民众党的民众党一年可以跟政府领1亿多1亿5，1亿5，如果4年就6亿那跟柯文哲这个有什么关系？那个是政府要拨给政党的补助款。对啊，可是现在大家在讲的不是就是说他成立公司，然后把钱这样转来转去、流来流去吗？没有啊，可是政府给的那个钱不能挪进去公司啊，那个只能在民众党啊，所以柯文哲的众志成城的公司20亿。不会是包含政府来的。一般的募款你也不能够把它募到，也不能弄到政治现金也不能拿到公司里面去啊，它会有它的转的方法嘛。对啊，你是从穆可跟靳总之间不就转过吗？就是柯文哲先授权给穆可，然后穆可转了一笔450万给他嘛，然后穆可又帮忙做小物，然后收到的钱又变穆可的，然后这不就他们会有他们转的方法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止20亿，反正总而言之就钱很多。但是我真的非常好奇，就是柯文哲到底干嘛成立那么多公司啊？就是他为什么还要搞一个众成公司？又没有业务，那钱到底要怎么进去？这20亿到底要怎么进到这个众成公司？一个新创公司啊，一个投小钱赚大钱。那他也不能投资这家公司啊，就他也不能够。所以他找人投啊，他找人投，然后投小钱，然后就养大钱啊。他大概是。我觉得他身边一堆测试回高的可以，因为你讲上梁不正下梁就会歪。当你知道你的组织心在歪的时候，下面那些阿萨布鲁的那些测试们就会开始不断的跟他献策，一下跟他讲虚拟币，一下跟他讲创投，一下跟他讲这些咖啡厅，然后一天来跟他去 Kimo 就喝，你都经常谈了，喝大家开心。所以可是你再怎么样不会想到创投啊。我跟你说，你自己私人要投资。你去跟人家创投公司新创，然后你去涉猎这些，这当然 OK。你怎么会去？你明知道你现在的身份，就是你要走的路，你要走的是政治或者你怎么会想到产发局啊？因为台北市底下有个产发局啊。可是你知道吗？我都觉得这很奇怪，创投总是有商品。你弄这一间众成的商品是什么？就是柯文哲的嘴。就是柯文哲那一张嘴，然后讲很多吓死人的事情，然然就卷取。所以那个募资20亿。那个募资20亿就是要大家，所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对？为什么？而且我觉得很奇怪，就是那为什么要20亿？就是说为什么不是10亿？为什么要20亿？因为坦白讲，柯文哲经营民众党是不太需要花钱。你看他每次选举他还赚钱。如果按照大家的说法是说，因为柯文哲危机感比较重，就是他没安全感，然后他看到蓝绿都很有钱，所以他也要搞一个钱。那为什么要20亿？基本上他可能5亿就够了。你看这次选举好像募3亿，花2亿，他还省。不是啊，你知道新创公司最后就变投资那个独角兽，那是10亿美元呢。所以他20亿其实已经算很少了。你要把它投资到它变成独角兽呢？柯文哲就是一个很好的 icon，他就是个品牌。你知道全世界最贵的 icon 是什么 ？Coca-Cola，就是那个品牌。所以他就那个头。可是你拿柯文哲跟 Coca-Cola， 他自己觉得他那一颗头很值钱，他那个头像阿北的那个公仔很值钱，所以他有个雄心壮志要把阿北那个头像推到不只是台湾，可能全世界各地、华人世界之类的。等一下，除了这个以外，那我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还有很多想法，我们待会还要讲。但将军，袁志刚刚讲了一个重点，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最重要一个是金华城。对。金华城的罪如果会有成立，也是最重的，对不对？是的。好，包括其实民众党的人也知道，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在节目讲了800次了，全世界这样有点伟大，全台湾都在看这份起诉书。你觉得检方能端出什么样一份起诉书？你前面那个是未来起诉书可能的厚度吗？300页，300页这么厚，这么厚。阿扁的起诉书。对，就这么厚。阿扁的起诉就大概280，对，还没这么厚，还没这么厚。这300页，300页大概可以印掉一个喷墨的墨水，印光。OK， 就这么多哈，大家可以看。要写这么多的东西，检察官辛不辛苦？超辛苦。可是你说检察官到底有多少的案情，有多少的资料可以写这么厚的起诉书？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周刊揭露的哈。这个里面其实我发现4个地方。我先讲一个前文。这里头都是民众党的朋友所谓的科幻文里面
的内容，对，因为就周刊把他们是在从8月开始一直到现在，是，然后一直被民进党讲科幻文那些内容大概整理出来，他觉得检方可能会用这几个模式嘛，应该是这样 ，OK？ 是周刊把之前所有镜周刊所登出来，然后民众党说是科幻小说的内容，把它系统化了，系统成4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图利罪，第二个部分就是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违背职务受贿罪，再来是侵占公益款跟背信，最后是灭证，4个部分。这个4个部分，其实在里面的内容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当然，每一点都说出来过。但是这里面让人家惊艳的是哪里？朱雅虎大家听过吧？没问题嘛，被告从证人变被告。彭正生听过吧？柯文哲的副市长现在压在里面。黄锦茂有听过吧？去作证，听说提供了不少有利的证物，然后里面还有橘子，到现在还抓不到的橘子，这些人我们都听过，可是这里面出现了几个点。然后里面还有橘子，到现在还抓不到的橘子，这些人我们都听过，可是这里面出现了几个点，我至少看到有4个点，是橘子以外、朱雅虎以外、彭正生以外、黄锦茂以外所提供出来的证词以及相关的证物。第一个，大家可以从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第一个，2020年3月份，吴市都委会幕僚多次提醒金华城涉及图利，与应小薇便当会后下速审速决，这是谁的证词？官员。第一个没有名字那这个人一定传过嘛，是某个官员的证词。第二个是在这个受贿罪里面的受贿罪里面的，除了朱雅虎以外，大家看朱雅虎在第一个框框里面是朱雅虎认罪的证词第二个框框里面是朱雅虎的证供词，证词是证人嘛，供词是被告嘛。所以说这个部分是朱雅虎被告以后所说的。另外有趣的来了，就是在这个受贿罪的最下面的2格，2020年11月，市长是于橘子收起巨款现金，证人证词，这证人是谁？这个证人是谁？绝对不是橘子嘛，因为橘子还没回来，也不是朱雅虎，如果是朱雅虎就直接写朱雅虎。所以这个在市长室，大家周刊曾经揭露过，他们说是科幻文，怎么可能在市长室里面收钱？荒谬，好笑。对，有证人，证人证词，这个证人是谁？不知道是谁，不知道。到目前为止，周刊并没有说他是谁。还有最后面一格，2022年的11月，在市长室以及金华城广场的工地收了1500万元汇款。各位大家也听过嘛？舞龙舞狮之后，人家那个狮子打开嘴巴是收个小红包，他打开一口吞掉1500万。这个狮子口也太大，那是暴龙吧？应该不是狮子。这个是谁讲的？证人加上随身硬碟的记账，所以除了随身硬碟之外，这是有证人的。证人是谁？不知道。表示检方有传了朱雅虎、橘子、彭正生、黄锦茂以外的人证明了这件事，所以这2个点很清楚，有没有？还有最后一个，这个是在侵占公益款跟背信的方面里面的第3格，侵占陈银柱、林志郎等政治现金逾1000万元，行动硬碟。还有证人的证词，所以这里面有4个，1个官员，3个证人，是我们不知道是谁的。那当这一个出来之后，各位认为它还是科幻文吗？还是无稽之谈吗？还是一些奇怪的想法吗？这些的内容，其实经过了朱慧荣也看过了朱慧荣也看过，他的讲法让我们瞠目结舌。他说，《镜周刊》所公布的内容跟当时检察官给他看的有很大方面的相似，就是几乎一样啦。所以这是谁讲的？检察官不会说嘛，北检不会泄露，是不是这些证人出来讲的？不晓得嘛。因为周刊去访问证人，去讲证人，证人能讲多少？原则上，证人应该没有什么被告的嫌疑。他跟检察官讲什么，他跟你说什么，大马老司机不就这样吗？出来全说了。那么最后一点这一点我觉得奇怪，就是灭证的部分。柯文哲下令橘子跑掉嘛，那便条纸上经过了还原，就是说这个 Orange 金华城快跑，还有包含了什么下令把这个纸条撕破啊，把这个木可的账给碎掉，还有删除手机记录。另外我在讲到所谓木可公司跟这个众诚公司的问题，
这都是为什么是20亿？刚才很多人讲说为什么是20亿？大家记不记得柯文哲讲过，选总统要20亿？柯文哲讲过，选一个总统要20亿，所以他是打算2028卷土重来，还是他2024年就打算搞到20亿？因为他要选总统，可是一个总统要20亿。柯文哲自己说的。他这次申报的不多，也在3亿对啊，对，所以他那时候讲嘛，选个总统募4亿，花3亿，花3亿。可是他讲过说，选个总统按照国民党的标准要20亿，所以他是不是以这个标准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要募到这么多？但是他觉得好不容易募到了，就这样花掉太可惜，所以成立了众诚这个投资啊控股公司，他要把这些钱源源不绝的让它不断的成长，他才可以让他的政治路走长走远。还是柯文哲的目标自始至终就不是当总统，而是当总裁。OK， 柯文哲这几个所有的大罪状，这些其实大概他不太在乎这些。如果以罪行来讲啊，这些太小咖了，因为这是5年以上嘛，这是10年以上嘛。10年以上 ，OK， 这些太小。可是为什么摆在这里头全部并列？刚将军讲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头是，如果要是彭正生的证词，他就跟你说彭正生。黄锦茂就跟你说黄锦茂，对，他就会告诉你，他最起码他所掌握到的是这些。各位到起诉出来以后，大家回头去检视就知道，这些证词，朱雅虎在这个案子里面有没有收贿罪里头，他是正供词，他2部分，一个是他，我们的刑事诉讼法是这样，如果有共同被告的时候，除了你自己是被告，那你就是供词，但你可以当共同其他被告的证人，互相为证，所以他有可能是证词 ，OK。那朱雅虎等正供词，我不知道还有哪些人。张军刚讲应该是这2个，就是他是谁，他就告诉你是谁。这2个没有告诉你是谁。2020年一次，而且特别喜欢在11月，为什么？2020年11月，2022年11月，那这2次，但他都没有告，他都只告诉你是证人的证词。而这一次更惨，还随身碟里面记得这应该就是大家知道那个 USB 的东西，证人证词，证人证词。而这一块到最后为什么灭证？照理来说，以刑度来讲，这4个这个灭证的刑度大概根本不能跟这些比了。为什么刻意要把这个再摆上来？我不知道检方到时候在起诉的时候会不会把这个摆上来。你觉得他只是单纯要摆这个吗？还是这一段是要摆给法官看的？因为第一个，如果照媒体报道，如果你是检察官，你会不会想要请法院接押柯文哲？如果你要接押柯文哲，你势必要让法官觉得这个案子太复杂了，而且复杂到还有很多东西出来以后，他会不会讲的跟别人不一样？或是有没有人出来会翻供？或是在海外的人会不会有人之间有其他一些联系？基于这么复杂，你觉得要不要接押呢？我根本觉得检方如果他真的在起诉书有在讲到这些。那个重点可能根本不单纯，你想想看，如果判10年判，如果照《镜周刊》的那个司法记者的判断的话，那他当然那是他个人判断了。他说会不会被判个大概20几年那些，那你会在乎这么一点点的罪责？那大概已经是小拖的。可是这个摆进去，如果你是法官，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因为各位知道要押的2个嘛，一个是潜逃，另外一个是串证嘛。你会不会？如果你是法官，你会不会觉得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啊？如果你前面做了这么多，他会不会就这样干？那这些把这个列出来，如果检方真的列，他的目的真的是要你在这个刑里面要判这个刑，还是目的是我现在策略上我要在做所有的接押的时候，我先做好准备。这就好像我们昨天在节目里面跟观众朋友讲的，检方已经把战场拉到法院去了，所以才会有公诉组检察官已经直接跟着一起开会嘛。因为接下来的战场一定都在那个地方，没有人在看现在侦查这个。至于为什么会在这个节骨眼还要传这几位，包括民众党的高层，像陈之汉啦，所有这些，这是大家在想的另外一个美美尴尬，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包括柯文哲刚刚讲说他为什么在这时候申请要解除禁见，那最新的讯息是柯文哲申请要解除通信限制，因为禁戒的话是什么都不行啦，接押禁戒，那他申请解除通信禁止，为什么？因为媒体报道他要辞党主席，是吗？来，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以后马上回来。欢迎
迎回到新闻面对面的现场。那刚才大家都在讲到说，包括你说从屯田到众诚到所有这些柯文哲主义到底在想一些什么？好，那这所有过程大家也要看起诉书里面到底会出现什么样一些东西，各方揣测不管，但最后以起诉书会不会是将军手上那300页要厚达是这么厚的一些的内容？好，可是除了这个以外。那这2天，包括检方也传了陈志汉啦、吴怡轩他们，那当然出来，大家也直接有呛的，有什么都有，好不好？那是大家都不懂。那敏凤刚刚讲对，他应该是财经记者，他怎么会跑了这么多年的政治，然后发现原来会是这样的一些情形？可一开始也让你听一下。那如果一层一层从柯文哲主席来看，包括民众党的高层来看这所有这些案件跟他们的想法，跟各方大家之间的解读，那先让你看看陈志汉在侦讯完以后出来以后他是怎么说的，来。我们认为，不管是在调查局或者是在北检，他们针对很多基础的事实都搞混了。竞选小物它本身就是一个商业行为，是一个贩卖的行为，它不等同于政治现金。所以现在如果要说贩卖小物，然后就说它是侵占了政治现金，这完全就是错误的理解。木可公司确实有给我们劳务报酬，所以这个劳务报酬根本就不是他们所谓的抽佣或者是带货的这个什么网红带货。我们也不是网红。如果检察官有这样子的错误理解，这就不难去想象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恐龙法官跟实务完全脱节，然后呢，用一个想象的事实、虚构的事实，然后片面理解的这些资讯来入人于罪。梁仁俊是，当然我们从柯文哲的屯田一路谈到现在，好，你说对于像陈志汉啦、吴宣他们去，吴宣出来跟人讲说，他有跟检察官讲，希望我们的内容不会出现在周刊，一直在考谁，你说你们不要再有泄密哦。是，然后接下来呢就讲说，那是在卖周刊吗？然后陈志汉刚才那段你也看到了，这一段你也帮我让子弹飞里面解释，解释。陈志汉说明，竞选期间推出的竞选小物。有一部分是进到政治现金，但是从去年12月最后期间推出的木可竞选小物，就是纯粹的商品贩卖的行为，不是政治现金。那为什么打选战打到后期，那些就完全都不是政治现金？那从哪一天开始切，它是政治现金？那哪几笔是政治现金，哪几笔不是政治现金？这些到底该怎么切？如果不知道，那你政治跑了多少年？也不多啦，这10几年而已。那你就跟检察官一样，很谦虚的。那你就跟恐龙法官一样，就你们大家就是从基础事实开始就误解了。我觉得文字的博大精深，在民众党所有人里面，完全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好，就说政治现金怎么去作为切换。老实讲，你刚刚那一段，我相信你也念得很痛苦。是啊，你都觉得自己在绕口令啊，但是他们可以解释的，觉得自己是非常理直气壮啊。我跟你讲啊，就说如果你今天的这个木可，它所有的东西就是商品的东西是这样啊，就说如果我今天完全就是我这个公司我自己就出资就自己去做，我去卖，你还可以讲说这个是单纯的商业嘛啊。但如果今天是你跟靳总这边，靳总拿了一笔钱给你去做，委托你做，然后你今天把那块切给他，你的原始的资金来自于政治现金的这一块，后面怎么解读，让法律去作为解释。但是民众党帮木可卖东西的这件事情是个不争的事实嘛。刚苏培已经讲过，他们自己都在脸书上面不断的天气冷飕飕，穿上内刷码的毛 T， 让你从内暖到外，还告诉你讲说有什么 size 哦，女孩要穿什么不错，男生的要问谁，这里面都有写。所以你会发现到，按照民众党对于木可公司的讲法是，它是一个民间公司，所以民众党没有办法帮他说什么。是，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帮他说我要去清算，他要清算了但是你会看到整个民众党上上下下都在帮木可做业务。他是一个对你们来讲没有不相干的民间公司，你们在帮他做业务，不很奇怪吗？你们的党工去帮木可卖一个你们口中的叫做单纯的商品，你们的党主席一样在做业务啊。你们党主席木可之所以能够卖权，是因为你们党主席把他的什么奇怪的东西授权给了他，然后拿到450万，甚至连党主席去募款，募到最后，黄崇仁还要说，我们真的是没有跟你政治理念不同，不然这样好了，我介绍一个200万的给你们做，给谁做？给木可做，党主席还帮木可拉业务，我就完全就可以理解，就是那2个学者啊，那个苏进强，然后大家也都是老朋友啦，庄启明，
你们以为你们去做顾问，对不起，柯文哲也找你们去拉业务，所以才会有那个抱怨说，怎么这个什么1个月给你们12万啊，怎么募款额没有到这个程度啊？所以我就讲说，民众党，我刚才为什么一开始我就讲说，一个政治性的活动，为什么要把商业机制拉进来？你们完完全全在辩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忘记了那个时候你们在查账记者会的时候，怎么告诉大家，木可是一个独立的公司，我们没有办法帮他说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一个有法人身份的，那你们通通都在帮他当业务啊，你们通通在帮木可赚钱啊。然后再来讲说，我赚的叫做劳务报酬啊，我这个是我本来付出劳力就该有所得啊，听起来好像很对，但你不觉得哪里怪怪的吗？你们党工1个月拿多少钱？你们还要四处去帮别的公司打工，那你怎么不帮别的公司打工呢？你如果偏偏帮木可，就这件事情就怪。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很正常，他们觉得很正常。再回去看看你们当时怎么切割跟木可的。今天再出来讲说，我们就是帮他卖东西要怎么样，我们就是拿到合法的劳务报酬，是你们不了解基础事实，那到底是谁不了解，我也不懂啊但刚刚主持人提到说这一大块，说这个包含几个这个起诉啊或不起诉啊，这个起诉的整个4大罪状啊，其中有一个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你刚刚特别提到灭证，删除手机对话记录或者是透过什么时候可以透过还原，其中有一点。2024年8月撕毁夏立查政治现金这个，我也很好奇啊，这怎么还原？这怎么还原？对啊，柯文哲承认有，我8月的时候自己把它撕掉了吗？这件事情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就是他怎么去证明说有撕，还是柯文哲在谁的面前撕毁？有人出来作证说有，我告诉你，北在那一天把那个给撕掉。我不懂是这一点可是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对柯文哲来讲最重的那2个，应该就是收钱。包含到你好奇说那个证人的证词，其实不要好奇了。为什么？给各位看当时在针对柯文哲收钱的时候的报道，这边有这一个证人，该人士并透露，这名金主的心腹呢向检廉证称，他拿到这个柯文哲有没有拿了一个这个手提袋啊，交给柯文哲的当客面交给柯文哲秘书之后。只留片刻就离开，而且中间现场还有一个中间人。这中间人会不会就是那一个证人的证词？只是不告诉。那时候我们还在讨论嘛，为什么他今天这个金主的心腹如果真的有去要找一个见证人，是不是怕有人拿了不认账，所以要找一个可能非市府的人？但是我要作证，我就见证一下，就真的有拿钱过去了。那这一块，说实话，如果证人在当时的时候，这个金主的心腹已经向检廉证称，他有可能跟这个检察官说，我不能告诉你中间人是谁，不行，我保护我的消息来源，不会吧？不会。这个名字一定会出来嘛？所以这些东西其实他回来，他就不见得会是旁证了嘛，因为他本身他在场嘛，他看了所有的东西，他也要为他的证词来负这个责任啊。因为对不起啊，被告可以说谎啊，但证人不行啊，证人你有伪证罪的这个状态。那如果他只是一个单纯的中间人，我不过就看了一个，你把钱交过去给他，我何必为了这件事情自己250？如果没有，我何必去说有他收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回来就是说。民众党现在一直对外的这个批评跟对外的抨击，包含到现在柯文哲居然传出来讲说，他要这个解除禁见，只是为了想要透过合法的管道传递说他不想要再继续当党主席，让民众党可以按时的运作。我认为这里面回来的是，因为从民众党在举行党代表选举完到现在为止，事实上民众党的内部一直有纷乱的声音。即使他的党代表选举告诉大家讲说，这个大家都支持柯文哲，可是问题不在党代表啊，问题在接下来的中评委啦，还有你中央委员的选举啦，因为这一些新的人选出来之后，他们要去解释柯文哲现在党主席的那个位置到底还继续能不能继续维持住，所以我是蛮好奇的啦，因为这件事情有这么难的，一定要透过解除禁见。然后才能够去告诉这个民众党说，我阿贝就是要这样。那你要找谁能够足以代表传话的这个角色？因为你还是在里面啊。他如果要是用解除通信禁见的话，就解信了。唯一一个人讲，那通信禁见，他是不是要正式签什么东西
给民众党要去做这样一些事情。因为在实务上面，当然你说，除非检察官或法官同意，你不见得是完全解除。但如果是检察官、法官，如果要知道像这些的话，也还 OK。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文章里面特别有讲说，柯文哲想要透过一个合法的程序，所以但合法的程序一定要透过解除通信禁见，这显然是他一定会是想要签一个什么东西要拿出去，像这样。但明凤，柯文哲真的要辞党主席？当然就传很久啦。那如果辞的话，我不是你就交给律师，律师传出来不就很正式了吗？那为什么一定要解除这个通信禁见？对啊，所以说大家就怀疑说这个大家有很多阴谋论啊，是有人想要他去辞党主席，不是他自己想要辞党主席。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整个事情就是呈现一个很奇。如果说你用这个理由去解除通信，那我不晓得这个在法律上面。法院是不是可以允许？而且，因为我如果解除通信禁令的话，除非我下但书，就你只准解除这一项，就是这一次，要不然的话，你以后通信禁令解除，你什么通信都可以。是啊，那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我就说你要辞党主席，你就给律师一个所谓的解除这个主席的位置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解除通讯呢？那解除通讯，它显然还要传递别的讯息出来嘛。如果说这是真的话，他一定会说叫谁来讲一下电话啊什么的。哎，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再什么鬼了，在讲什么东西了，这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很怀疑，像这么集团的总裁的思路的话，这个东西真的很可疑啦。所以说，那如果说你真是叫律师把这个所谓的辞职函送出来，然后你周明慧新成立，你就是要重新选党主席，那就好了嘛。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很怀疑，像这么集团的总裁的思路的话，这个东西真的很可疑啦。所以说，那如果说你真是叫律师把这个所谓的辞职函送出来，然后你周明慧新成立，你就是要重新选党主席，那就好了嘛。否则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解除这个通讯才能够辞党主席？我们不了解你这过程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说我们直接就可以怀疑说，你解除通讯一定不止这一项要做，你一定有别的。因为4大罪证里面，你可能有东西还是要处理的，因为大家中间出现很多很奇怪的名字啊，什么陈文忠啊，什么这个什么L 还是什么鬼东西的，一大堆人，那我们怎么知道你要解除你要这个对话的人是谁？所以说，我觉得说你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东西，大家还是满身的狐疑啦。就说你只要说，党正常运作，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现在大家这个民众党的气氛都是要拥护你，都是要抓着你的尾巴去这个倚靠这个势力，然后去竞争这个东西，然后你现在突然要传出我要辞党主席了，然后还要解除这个所谓的解除这个通信禁令，那大家就觉得。大家又说不要，你不要解除通信令，我们自己要你不要解除，因为你千万不要辞党主席。对，我们还要继续再拼一下或怎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解除通信党主席东西，表面上面我可能觉得只是一个借口，他可能真正要处理的是有关案件里面的一些我们现在还没有知道的一些重要的证人或是讯息的证据的东西。所以他才会要解除这个通讯，他要亲自交代一些事情。你怀疑是有这样一些情形？对，我也认为柯文哲现在传出来他要解除禁见的部分是为了说我要辞党主席，但大家不要忘记，如果 deadline 是下个礼拜的话，下个礼拜就起诉了。起诉之后，柯文哲会不会被接押，就会到法院，对不对？那你不急着这一个礼拜啊？你为什么急着这一个礼拜一定要解除嘞？你到下个礼拜被起诉之后，你到法院去，另外去跟法官讲，搞不好法官就把你放出来，你为什么急着这个礼拜？我认为他不是，就是刚刚这个敏凤姐所说的，他并不是因为他要辞党主席，你要辞党主席，没差个这几礼拜啦。
这个礼拜，民众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吗？没有啊，民众党就整个8个立委就配合国民党在立法院而已啊。那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吗？党代表也选完啦，所以我认为他一定是在最后要起诉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包含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屯田计划里面，还有包含民众党现在的这些说辞，他是不是有一些意见？还有包含现在民众党对柯文哲来讲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就是帮他行说他是一个备受政治迫害的人。他是一个党主席，他是一个台湾的在野党的党主席，被所谓的执政党这样子的破坏，如果他去除了他这个党主席的身份的时候，他就少了这一块。所以对我是其实个人是不太相信柯文哲会选在这个时间去辞他的党主席。我认为他的解除禁见是在这个起诉之前，他可能有一些事情，比如说他是不是要跟某一些人见面，包含橘子的部分，是不是要传递什么样的讯息给橘子，或者是一些关系人，他到底要怎么样传讯？我比较认为他其实是要做这件事情。还是叫那些4个发言人不要再乱讲话了。我也觉得非常，因为这4个发言人讲的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人看得懂。就法规没有人这么做，然后这个法律所有懂法律的人都知道不可行。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黄珊珊的角色，黄珊珊在这整件事情，就是这个木可公司的这个折扣码这一件事情，她的角色是什么？黄珊珊是律师，她选举过的经验可能比我跟这个于将军加起来都还要多次哦。她参与选举的，自己担任候选人的次数都比我们多次。难道她不知道这件事情？她不知道用这样子的方式，用木可公司，然后用折扣码，然后这种明明又打着政治现金却进入这个盈利单位，这是不行的，这是会有问题的。她不知道吗？没人听他的嘛，就是一定是这样子。不是，他有2种可能，第一个是他知道，但他放任让他去做。第二个是，他真的是从头到尾不知道。不然，我觉得黄珊珊他知道，但是他讲没有用，就会讲了，讲了下场就会跟谢立功一样，就是这样子。我比较疑惑啦，因为他其实是柯文哲。而且这个政治现金的定义是谁定义的？为什么到12月的分水岭叫政治现金？这我很疑惑不是，可是你看他们自己写的嘛，他2019年自己写的参加政党或你参选人所的义卖。就是政治现金啊！那但苏培刚才提到有一段，就是为什么要急着在这个时候申请解除通信禁令？如果媒体讲是要合法的辞党主席的话，刚讲那个时间点是，如果下礼拜、这个礼拜或下礼拜，如果起诉，通常起诉一般那就直接交保走人 ，OK。但这个案子一直传出来，就是柯文哲检方会不会申请请法院接押？就算起诉都要接押，但是就算接押，一定会开。接下来一定还会再开接押庭。对啊，在开庭的过程，其实有一个方式，因为这个东西不涉及到就开庭的过程，然后完以后，辩护人是可以尝试着就直接把那个他如果要辞党主席，假设是有一份正式文件，一个正式文件，那个字不用多吧？就本人柯文哲自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间，那个文件就告诉法院讲说，因为牵扯到国内一个政党的运作，那文件请你检视这样的一个内容，是不是可以让被告当庭签？因为牵扯到这些，除了辩论完以外，这个有没有可能让他可以当庭裁？一般法院大家也不会一定要怎么样，对，因为这个看起来他只要看完这所有内容，他等于是实质上解除了这一份的通信禁令。那因为在当庭可以看到这些，我不知道为什么柯文哲在这时候传出来，他要求解除通信禁令，然后要去辞党主席之外，在这个节骨眼上，尤其在即将面临到起诉与否的这个最后时间点，然后丢出了这一块。那但好，就这一块跟我不知道一中，你刚刚补什么？我想得通啊，为什么？声东跟击西啊，就是他要解除禁见啊，他希望可以解除禁见，但是他就是掰这个理由啊。就像刚刚小友哥讲，如果他单纯只想辞党主席的话，其实事情很简单。对啊，你的是被勇气交去向法院，就是说，我就说。名义上是说我要辞党主席这件事情，来向法院申请说我要解除禁见，他用这个理由嘛，他要找一个正当的理由啊，不然他出不来啊，他也没办法跟外界联络啊，他可能有很多事情要交代啊。因为我刚为什么讲呢？因为第一个时间点没有急迫成这个样，差1个礼拜。对，第一个时间点没有急迫成这样，第二个你完全就可以知道院方跟检方的态度啦。如果我连当庭
就这一份，我请你们检方跟院方检视完所有很简单这几个字，牵扯到政党发展，你同不同意？他只是要签名用印，然后就签名了。他只是要签名。如果院方连这一部分都不答应，那你后面也不要再申请解除，你还要去申请解除那个通讯记，你就不要再申请。他如果连眼下这份他都不同意，他后面大概也不会同意了。这个其实是很容易推论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时间点。所以显然我不认为他要辞党主席啊，我觉得他就是用一个名义上说我要来处理党主席的事情，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解除禁见。那如果法院没有解除禁见的话，那我就可以又有个东西，就是说你看吧，就是什么什么，就是用这个政治迫害。我压根不觉得他想要辞党主席，为什么呢？他应该是等到中央委员选举完以后，确定那个票谁多谁少的时候，他才能安心去死啊！不然他现在死的话，满不言票选中央委员，万一不是他的人赢的话，那已经在苦要用旁听，那不就是国昌老师的 suki？ 不过现在将军，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包括你说在问了包括民众党的陈志汉他们这些，那当然有人讲说就单纯的作证，也许他是要证明说包括民众党的一些资金流向啊或什么，因为这整件事情看起来对民众党来讲的话，如果要是真的没有处理好的话，整个民众党从党主席以降的话，万一如果都涉及到什么事，那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团灭啊，真的团灭。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剩1个礼拜嘛，就要起诉了。柯文哲要解除这个通信的限制，我觉得大家都把柯文哲想得太关注民众党，没有那么简单。柯文哲曾经自称说他是什么亚斯伯格症，还是自称他自己说的，还有亚斯伯格症。那你认为柯文哲会充分信任这些在外面帮他代言的人吗？大家知道我们在有一些这个宗教里面有神明的代言人。当神明会讲话，这代言人还有人会理他吗？对不对？我到庙里面去拜拜，或到哪个地方跟神明祈求，祈求完之后，神明讲什么，代言人就讲，神明说你要多吃素，否则的话不会有好报。谢谢，神明讲话了吗？没有啊。现在柯文哲的状况跟这些在外面帮柯文哲代言的这4大代言人，加上黄国昌，他们就跟神明的代言人一样，柯神的代言人。柯文哲不能说话嘛，不能对外通信，不能对外发言，也不能见任何人，只能见律师。那律师又不能帮他转这些政治的话语，所以这些所谓的柯文哲的代言人在外面挥洒无度。那柯文哲知不知道？别忘柯文哲有小电视啊。柯文哲看到了嘛？柯文哲看到。他忍耐到不能忍耐了，他不能忍耐，这根本都乱讲，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动没掉了，你知道吗？受不了了，拜托别再乱讲了。神明还在，你当神明不会讲话，神明要说话。那所以我想这件事情，第一个，民众党这些代言人，包含了黄国昌，还有这4大代言人，他希不希望柯文哲可以对外说话？我只问这一题问题。如果柯文哲可以对外说话了，黄国昌算什么？如果柯文哲可以对外发言，可以对外通信，可以对外联络了，吴怡先算什么？陈志涵算什么？徐府算什么？这些人都没用啦。所以，民众党希不希望他们共同尊敬的神明是会说话的？他希不希望柯文哲可以对外说话？我只问这一题问题。如果柯文哲可以对外说话了，黄国昌算什么？如果柯文哲可以对外发言，可以对外通信，可以对外联络了，吴怡先算什么？陈志涵算什么？徐府算什么？这些人都没用啦。所以，民众党希不希望他们共同尊敬的神明是会说话的？当然不希望嘛。所以我说，这段时间，这4大发言人还有柯文哲这些党众，在外面做这些事，你应该把木可公司，我帮你传销，帮你代销，然后还可以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折扣码。这折扣码就是你帮我卖的事情，折扣是归你，公司都是这样。那各位，木可公司曾经在8月12号对外有做一个声明稿，大家记得第2点，木可公司成立的宗旨是什么？推展柯文哲主席选举竞选的理念，让他能够遂行。木可公司是为了柯文哲选总统而开的。这是他自己的声明稿写的啊。第2点写得非常清楚。所以你说木可公司是一般的公司，不是？有哪一个公司它成立的宗旨就是为了某一个人选总统的理念而开设？所以它不是一般的公司，它也不是一般的商品。我们去买一只手机，我们是喜欢这只手机，
而不是喜欢这只手机的老板嘛。不会说这个手机的某个老板，就例如说柯文哲，他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产品，我管他产品好不好，我就买。为什么？你是买这个老板，买这个幕后的代言者的代言人，就柯文哲的面子。那你说你推销这个商品，一点跟商品无关，跟柯文哲选举有关，而你透过了柯文哲的这一个面子卖出去的商品，如果你还有劳务可以入袋，这问题大了。所以柯文哲知道了嘛，所以他非发言不可。可是当然你说他们就跟你讲说抽成跟劳务报酬之间，那一定要区分得清楚。那这些检方如果问的相关这些都还是证人，我还是要再讲，他们4个都是证人，那不代表未来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状况。被告是联合报写的啊，不是纪检写的啊。哦，这样对。哦 ，OK。但元之，第一个大家都在等起诉书，你刚刚也提到起诉书的一些内容，你自己判断的话，觉得说那个起诉书。以你现在想象的起诉书的东西，刚才你有看到包括《镜周刊》整理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如果内容跟那些有点类似或什么的话，假设在未来起诉出来以后，你觉得对民众党整体的来讲，那个冲击会是怎么样？对未来蓝白之间的一些合作会是怎么样？对民众党冲击，我觉得现在应该都差不多，因为我觉得《镜周刊》写的大概跟起诉书不会差太多，不会差太多了。那起诉书里面应该会有很多细节啦，就是说几月几号谁见了谁，讲了什么对话，一定有。对，他会把《镜周刊》写的东西具象化。那但具象化大概不脱《镜周刊》的轮廓。那《镜周刊》的轮廓大概就是柯文哲拿了一大堆钱，然后那些钱到处洗来洗去，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一般民众应该这样的印象应该已经成立，已经定了。那这件事情对柯文哲伤的就是他过去小清新啊，都跟台南保持距离，就没有想到他拿那么多钱，拿了之后还洗来洗去。那你每次洗来洗去干嘛？你拿了你就要依法就处理就好，你干嘛洗来洗去？这个当然都会说不过去。然后再来就是金华城，因为《镜周刊》写的就是朱雅虎的说法嘛，这个是最直接的。朱雅虎说有一部分是钱金，然后什么老板又有另外方式给钱，然后《镜周刊》又讲说，其实不只是大家看到210加1500，还有另外2000多，这个2000多到底是什么？我也非常好奇。那假设这个部分很明确，就是柯文哲真的是因为金华城的案子，然后跟人家要钱。然后没有跟人，你不给钱的话，我容积不给你，那他就死定了。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呢？我不知道，我猜的啦，就是说，其实他就是都委会都是按照都委会，然后结果金华城说啊，看在你这个市政府这么秉公处理呢，我就来支持一下民众党，有没有可能这样？那如果是这样，当然没有对价关系，最后少一点。这个我觉得未来会是起诉书的重点啊。那蓝白在国会合作，我觉得不会受到柯案的影响，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在国会又是另外一个战场，那个战场，我觉得大家的目标都蛮一致的，因为你到了那个国会里面，你就知道说你的职责就是要监督就是要这个跟执政党要就是再也要结合在一起啦。我觉得不太会受到柯案的影响。选办法这件事情为什么扯到你扯这么多？扯到我扯这么多，因为许志杰因为许志杰他们都说什么我赢得太少啊，要罢免我啊，所以现在我就民进党在带这个风向啊。那礼拜五，我先讲一下礼拜五的，因为我们现在都要去排队嘛，排那个64小时。好，礼拜五不是大家看起来又是一番恶战。大概有3个法案是民进党现在一直在攻击的，有3个嘛，一个就是选罢法，另外一个是财划法，还有一个就是宪法诉讼法。选罢法部分的话，我们这一次处理的是身份证要附身份证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民众党之前是讲会支持，所以但是那个当选票加1的，当选票加1，黄珊他们已经摆明了说，他们说他们不支持，但是那个案子要讨论还很久，因为这个案子是礼拜一，就是前天才送出委员会，然后送委员会是保留，不是通过，所以他还要1个月冷冻期，还要协商，所以这个案子要处理的话，也是要等到我们这个会期大概是1月21号前几天才有办法处理。我其实一直要问，就是国民党在那个委员会里面，再加上无党籍的朋友，国民党的票数应该比民进党要来得多。对，就那天就大家讲说，拿保鲜膜封门或什么类似那些，是有没有可能就不用那样的一个方式？就算大家大家打闹闹的投个票，还是过了。那天为什么一定要用那样的模式？后来我觉得那个是总召忽然间的决定啊，因为本来大家都以为说是可能就是在8点可能50几分的时候会把它放进来啊，但是因为前面发生太多事情，可能他怕有节外生枝吧。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那个议事人员的电脑被干走啊，就是议事人员要拿电脑来开会，然后沿路就被林淑芬拿走了，然后还有就是资料也被整箱抱走啊，他可能怕变数很多吧，然后既然这样子，干脆就用这种就是
我们自己开会，然后用送保留协商的方式然后来处理。那最近因为选办法，然后你的名字一直不断的被提，你刚刚讲不管许志杰委员啊或者怎么这些，你会不会担心？我是蛮担心台湾的民主怎么变这样，因为以前大家的民主是说就是选举嘛，然后选赢了就尊重选举的结果，现在是变成说选完了，然后选输的人开始筹组团队要来罢免你，然后把就是罢免当作是选举的2轮。我是觉得这件事情也蛮奇怪的。然后当然这个就先射箭再画吧，就是说因为我选输你了，我要罢免你，那我要罢免一个人，我可以讲100个理由啊。我今天要罢免黄义中，于将军，我也可以讲100个理由出来啊。但那些理由当然听起来都还有煽动啊，然后造谣加天助。可是那关键就在于说选输了嘛。OK， 对，来苏佩最后1分钟来回应一下。我要讲的是说，如果这个叶元之刚刚讲的这个理由是对的，那当时为什么国民党罢免陈柏惟？陈柏惟也是赢了他的对手啊，为什么国民党要发起罢免？而且那时候叶元之还去帮忙拍的宣传广告，叫大家有5个理由要罢免陈柏惟。发起，不是啊？那你都去拍了嘛？那不是国民党发起，但我这个是民进党发起人就是严宽恒。哪是？然后是严宽恒的团队，你现在都说不是，那不是很奇怪吗？同样的理由，在罢免陈柏惟的时候都不是理由，然后你还去帮忙宣传5个理由罢免陈柏惟，那你现在居然用这样子的方式再来，在国会里面，小党、少数党就是民众党。现在多数党居然要排除少数党参与议案的讨论，我觉得这不是民主常态。OK。对啊，我觉得这个对民主来讲是一个伤害。来，最后30秒，有没有什么？没有，所以简书培觉得 OK 嘛，他就觉得说民进党这样罢免是很正当的嘛。那以后干脆选办法改成这样，我觉得改成这样好了啦，就是国民党选上之后不算，要再选一次，然后才 OK 了。你为什么这么紧张？许志杰啊，一堆人都说怕被罢免。没有，因为不是我怕被罢免，我最不能接受这个逻辑了，我最不能接受这个逻辑。假设我今天拿个刀，罢免法已经存在，我不能接受这个逻辑。为什么你这么怕被罢免？不是我怕的问题。那个小虎哥，我举个例子。譬如说我今天要拿刀要砍那个于将军，然后于将军，你不要闪哦。我当然要闪啊。你为什么怕被砍呢？因为你拿刀。一定是你肌肉不够大。因为你拿刀。对，不是。现在他们恶霸不正当，然后搞社会对立跟仇恨，然后说为什么我不可以罢你？是不是你怕？是不是你怕？这个逻辑我真的不能接受。这个不正义、不正当的手段，还说因为你怕，所以因为是你怕。你看民进党已经把独裁到地步了。好，你可以独裁到这种地步。在礼拜5的时候，那包括选办法相关所有一些议案，那到时候立法院你可以想象会是怎么样？对国内来讲的话，明年2月真的会出现所谓的大罢免潮吗？那对国内政坛大家最关心那个案子，当然还是柯文哲主席所有这些。今天礼拜3、礼拜4、礼拜5，最多到下个礼拜，到底哪一天会起诉？圣诞节礼物比较有可能。OK， 圣诞节礼物会不会在圣诞节24号、25号会是在那个时候吗？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秀明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